40岁的马天宇在北京置办了一座农场，把旁人眼里的不务正业过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治愈日常。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鸡舍捡上百个鸡蛋，只因听说了有假鸡蛋的存在，他便索性自己养了300-400只鸡，还顺带养了2只软萌的小羊，开辟出一大片菜地和果园，把3餐4季的烟火气都攥在了自己手里。我先给你看我的300-400只鸡啊！哎，有小鸡，啊，好可爱！这些鸡每天会下100多个蛋，我每天早上都来捡鸡蛋。每天被工作和带娃的日程填满的孙毅，刷到马天宇这般不慌不忙的田园生活，满心都是藏不住的羡慕。趁着有空，他直接动身去了农场，要亲眼看看这让无数人向往的生活。听见动静的马天宇端着饭碗就迎了出来。这里与其说是农场，不如说是被他用心打理的私家动植物园，一草一木都被收拾得妥帖好看。这个农场还挺山色的，对，像画里的。这都是你自己设计的？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弄的。当初只因介意假鸡蛋，他便一口气养了300-400只鸡，农场里还添了鸽子、小羊这些可爱的小家伙。自家吃不完的鸡蛋，他就打包寄给亲朋好友，几乎承包了亲戚家1整年的鸡蛋供应。哇，养了300-400只鸡啊！我每天早上都来捡鸡蛋。那你这100多个蛋怎么处理？吃呀，我们家人多呀，送给朋友啊。哦，其实若不是孙毅到访，马天宇本不打算把这座农场公开在人前，因为总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放着宽敞的大房子不住，偏偏跑到这里养鸡种地，甚至都觉得他有毛病。可他却从不在意这些非议，只专注于守着自己的这一片小天地，过得踏实又舒心。第一次开放农场是吧？参观一个农场，大家应该都想不到你会有一个农场。他们觉得我有毛病，为什么要弄这个？但是我觉得很舒服。起初大家都以为他说种地只是随口玩笑，但真正来了以后才发现，他是真的把田园生活落到了实处。菜园被他按区域划分的明明白白，大蒜、茄子、黄瓜应有尽有，一边种着玉米、豆角、圆白菜，另一边种着西红柿、辣椒。炒菜做饭时直接去地里现摘现用。这个是玉米，然后这个是豆角，这个是圆白菜，那个是西红柿。我们拿点茄子，一会儿做饭用吧。好。还有那个辣椒，煎辣椒晚上我们可以炖菜的时候放一些。人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真的会开始对大自然更亲近？旁边的大棚里还种着葡萄和草莓，只要不赶工作行程，马天宇就住在这里。本以为有满棚的瓜果蔬菜已经足够让人惊喜，没想到连农场外那一片成片的麦田也都是他的。这么大，这么大！还有自己的麦田。一开始以为是个民宿，发现不是，那真的是农场。正经八百农场，这是。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孙毅，马天宇亲自烧火添柴，用铁锅炒了好几个家常菜，还炖了一锅铁锅炖。贴饼子哇！哎，我贼喜欢吃铁锅炖，不管是那个玉米面还是那个白面，都喜欢吃。鱼锅里和鸡锅里都可以。对，然后它蒸完之后往里面那一蘸，哎呦！吃着这一桌纯天然的食材，孙毅满是幸福感。可他也清楚，这样的田园生活虽好，自己却很难像马天宇这样彻底扎根。除了不擅长下厨，更多的是怕独处时的孤独感。可这份在旁人眼里略显孤单的日子，恰恰是社恐的马天宇最贪恋的时光。不用勉强自己社交，不用迎合任何人，只安安静静和这片土地在一起，自在又松弛。